宝，可以走了。好。庞征来了，做卖货主播的那姑娘对吧？对对，庞征上戏，本科第一，硕士第一，但后来家庭遭受变故，主播了3年时间。哇，在演播台上访谈。熟悉吧？像不像你们上戏那个主持班的那种上课的感觉？特别的有仪式感。我先坐一下。庞征是吧？对，我是庞征老师。声音是可以的。专业。 3号机是我的机位，对吧？对。然后嘉宾的机位是哪一个？是这个。然后这边是主机位。好，没问题。然后我现在模拟一下，我现在看向嘉宾的这个视角，然后在镜头里是 OK 的吗？现在是可以的。这样，好。Q 导播老师了已经，一看很有经验。专业。来喽！你的脸在这。田姐，我先给你握个手。哇，你真的好漂亮。哎呀，没有。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真的很久之前。很久之前。对，有8年那么久，跟你一起录《天天向上》。各位老师好，我是2018级艺考生庞征，我是湖南卫视主持人梁田。很久，我又见到你了。那是2017、18年。对。今天是我看到你，我说我一定要访谈。对，但是访谈的嘉宾最后是抽签，但是命运就让我选中了你。哎呀，他一下子拉得好近呀！咱们就是说，我有点小紧张。你有点，我也有点。老师，希望一会儿就是多多照顾我。谢谢田姐。那没事，看你的节奏，然后那个你觉得 OK， 我们就开始。好。套近乎成功。开始了。他要先站着说呀。他要先个开场，然后把嘉宾引进来坐下。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导播老师，您要先倒数吗？准备3、2、1，好，说话。用旁观的故事看他们的生活，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征。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姐姐，她如梁上清风拂话筒，田上春生入境来。哎呦，良田的带出来藏头的。在角色的分岔路口，她坚定选择；在生活的褶皱里，她解锁鲜活；在成长的道路上，她步履不停。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她就是梁田。欢迎田儿姐！哇，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田姐，请坐。谢谢。然后你就怎么舒服怎么做。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会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选择。我觉得在我知道你的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其实你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的。然后我想说到的今天的第1个选择，其实是有关于职业，因为现在正好也是毕业季。那在毕业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职业上的纠结、难题或者方向的犹豫？我其实大4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就08播本这一届运气特别好，碰到了很久没有再开启举办的央视主持人大赛，就是相当于央视的老师们也看到了我，然后呢，但是湖南台的老师也看到了你，然后那个时候当时还没觉得说这样还由得我选，我说我何德何能还让我选，但是因为湖南卫视的那个其他的机会也特别多，甚至你可以去拍戏或者干嘛，我就觉得太好玩了。我骨子里面是一个玩心有点重的人，感受到了。对，但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愿意去未知更多的地方。所以其实当时手上抓着各种各样的 offer， 然后湖南台是你心动的 offer。哎，是的，这个总结非常到位。
说到他们耳朵里听得好羡慕啊。聊天现在心里也是比较舒服的。对。但我当时就是，其实爸妈是想让我读的北京，因为就觉得城市嘛。父母的愿景可能更希望孩子是更稳定的。那比如说别人也会给你建议，然后家里也会有他们的建议，你是会更加听自己的想法，还是会更加去接受别人的建议？我会听自己的，但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在于我的父母非常尊重我的想法，他们只会，给建议。但是不会左右我做任何决定，所以我说我的精神堡垒的建立，我的爸妈是2个非常重要的支柱，给予了我非常大的自由。就永远你回头看的时候，他们永远在那儿，然后支持你做什么，想干什么。那我要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2023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当时你发布了一篇长文，然后离开了工作11年的湖南台。你做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还是说其实你已经有做过规划了？我当时决定要离开，做这个动作，其实在这之前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反复，因为确实我的原单位真的就是像家、像亲人一样的存在，但是我自己内心还是那个有点躁动的那个喜欢探索未知的那个劲儿又出来了，我就说人就是来体验的，咱们可以再试试，胆子大一点，相对于确认，我更喜欢未知，我当时写那个长文的时候，我真的用了很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6月11号发的。对，我头天晚上就是大概用了半宿把那个文字写完了。真的是边写边哭。很难以割舍的情感，真的很难割舍。但我是那种做了决定我就要勇往直前。我刚刚听下来，其实你在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虽然你会有自己的考量，但其实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果断的。对。我觉得当时你的感受可能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当我对这个行业有最初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是看着你的节目和你现场同台参加节目，然后就是一直对我有非常非常深的影响。但今天其实你说的这些也很深刻的影响到了我。然后如果说要你对着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或者说他们可能同样面临着生活当中很多的选择的这些弟弟妹妹们，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首先，一定要正视自己所有的情绪。就是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的，但是可爱的人。你面对选择的时候，有纠结、有犹豫、困扰、辗转反侧，非常正常。你就学会与这种感情共处。然后做了决定之后，咱们2横一竖就是干，不要回头。然后，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刚刚毕业的我。我就是今年毕业，我相信也一定会鼓励到就是正在看节目的这个人，然后在守候你的节目的哟。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幸福，有一种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感觉，是吧？就是他们那个即时感特别好。你看他每一句话都给了回应。这差不多可以上岗了。我也觉得是。从头到没有看这个本儿，没有看提纲，聊的就是心里真实的好奇。长征20分钟到了啊，最长不能超过30分钟。其实我还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你探讨。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因为我关注你的各大社交平台，关注很多年了，我有发现大家一些比较好奇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好。听一下自己的设计。I 人、E 人、爱人，稳定、自由、自由，吃甜吃辣。吃甜，吃甜啊！养生达人还是熬夜冠军？熬夜冠军跟我想象的都差不多。话剧演员、自媒体博主和主持人，最爱哪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可以给田儿姐一点掌声。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对我很照顾，然后也一直在配合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你。谢谢郑之后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一定。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拜拜，拜拜，谢谢，支持郑郑。鲁豫老师觉得怎么样？
相当不错呀。他刚才很有设计感，要是我的话，我就傻不愣登的，就是坐在那儿采访。他有开始有结尾，中间他有设计的那个小的环节，很完整，很成熟。非常完整。旁观者请非常好。然后湖南卫视就是你心中的 offer。那个快问快答我是真没想到，我是觉得已经结尾了，相当于在结尾又掀起来一个小高潮，非常好，我觉得，真的。估计2天录完也很舒服。当然了，我已经期待下一期《旁观者清》了。还有巧思，有设计，做的真好。对，整个自然又落落大方的那种感觉，很有代入感哦，听进去了。对，很真诚，很真诚。Hello， 老师。嗨，大家好。想合照的抓紧机会，因为一会儿没有，你们还有没考试的，先去准备考试啊！就先别跟我哈拉，好吧？就你们要准备没考试的，没考试，好吧？下一个到晚了，我还没考呢。还没考，对他还没考呢。我是易静老师第一个，那只有我了。对，我要跟大家求合影啊！那婷姐发话了，大家要不跟大家拍合照？可以。太好了，太好了！哇，开心开心！来，3、2、1。你每次考核心态都那么好，有什么小妙招吗？我给你分享我的宝藏电子资料库。平时有海量的纸质资料要处理的时候，我都会把重点内容扫描存起来。你看，做好关键的标注，就可以一键搜索定位，找起来就特别清楚。啊，那确实很方便哎。就是我平时都是用扫描全能王来扫描证件、报名材料，我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用啊。对啊，所以嘛，用专业的工具提效，把时间用在提升专业度的刀刃上。下次我也要试试。2位实习生访谈，2种风格。哎，各位看完之后什么感觉？旁征这个采访的话，会让嘉宾一上来就会很舒适，很容易打开自己，包括台本啊，包括问题啊，包括他的这些策划，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选手，真的很优秀。首先，他有一个自己节目的名字，还有他开场白，针对这位嘉宾用心去斟酌过，然后这个开场白也很惊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姐姐，她如梁上清风拂话筒，田上春生入境来。然后又有一些走心的问题，让被采访者应该也会感受到他的用心。所以其实当时手上抓着各种各样的 offer， 然后湖南台是你心动的 offer。哎，是的，是的，这个总结非常到位。然后再加上最后快问快答又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会对他更有探索欲，更有趣味性，然后又很年轻。I 人、E 人、爱人，稳定、自由、自由。我就觉得整体这个栏目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就会对于这样的场景是很舒适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感受其实是一致的。庞征老师，我觉得那我就没有资格评价了吧。表现得太好了，我都想上一次他的旁观者去。他预约了，我替他预约一下。第2期的嘉宾啊，志胜。宁宁，各位看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宁宁可能就是因为能明显看出那种缺少经验的感觉吧，应该是，她就是依赖于自己之前准备的提纲，她更少的在现场自然的那个反应，以及与嘉宾的那个自然的互动，好像相对少一点。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宁宁的有一个点是特别正确，就是她没有在听被采人的发言和他的观点，他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个问题里面，就很难去互相交流。对，能听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后段或者很高级的技巧了。我觉得听不是一个高级技巧，听是一个基本态度。否则你为什么要访谈？来表演提问吗？好犀利！我们哪怕是个小学生，我们跟我们的同桌聊一聊，那也不能说你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我跟同桌我只问我的问题，他说什么我不管，我准备下一个问题，这是不正常的，对吧？我感觉他在考试，完全对呀。但是庞征已经把它当做真正的是一个我的节目，我的访谈了，这是经验差别。对这个人本身缺少好奇心和探索。对了，你说了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好奇心才是一个访谈者的主要动力。就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你问到的问题是怎么拉近你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呢？因为你是在代表观众好奇，代表自己好奇。
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放松下来，就找到自己真好奇的地方，而不是自己提问，听起来最有哲理。我完全赞同全林老师刚才说，对一档访谈节目来说，其实对访谈者的尊重和真诚的好奇是起点。然后庞征呢，不仅有舞台上的经验表现，更是分享了他生活中一段稍显沉重的过往。然后呢，在父亲生病的这样一个突发事件的影响下，他开启了自己的带货主播之旅。我也想问问各位，在你们心中，如果做了带货主播这个选择，对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会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其实带货主播和主持人，它只是两个行业。它这样一比，感觉好像主持人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职业，仿佛分了高下。我是不承认所谓的鄙视链的。我还真的做过带货主播，我卖过一阵书哈，然后呢，我必须得说，当卖货主播特难，特别难。对。带货主播是，就你一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每5分钟一变，然后根据这些数字，你知道说此刻我要运营哪个数字，我是要让观众更多的停留，我还是要增加互动，我还是要 ECPM 把这几单货卖出去，要不要加福袋，要不要加互动，就是你脑子里有一大堆的自己做决策，就都没有一个导播，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持续的说话，情绪还要顶上去，你情绪掉，带线人数就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带货主播非常的难，谁看不起谁呀？我必须得说。对。但是我也要客观的说另一件事儿，就是一旦做了带货主播，其实就会更多的人记住你做带货主播的样子。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平台 offer 的话，一定是受影响的。就像其实你们演员说，如果上真人秀上的太多的话，会影响某些角色，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它客观存在。而且我感觉带货主播其实很像以前那种电视节目的购物主持人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角色。对，哎，你站在主持人的角度，他们有某种性质上的差别吗？其实他们还是有某种性质上的相近的。就拿我们老师的话说，这类节目应该叫生活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对，所以带货主播其实和就是那一类节目的主持人还是有很强的粘连性的。庞征，我认为他的这个带货主播的经验，其实对于他的访谈也是有很大程度的帮助的。对，因为像全林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你需要非常这个清晰的头脑去控场，而且他肯定也会跟他的弹幕互动，所以他会有很强的这个临场反应能力，所以他才能够这么有自信的在嘉宾不按照台本来进行他们的访谈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个很快的反应能力。如果你去做文艺类的主持人，或者也像这种生活服务型的主持人，我认为这是他的加分项。对，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公众领域的表达者。他们在目标上和路径上还真有不同。但我还是认同刚才子琪说的那一点，它并没有高下之分，它只有方向上的差别。那么都说到这里，咱们就上链接。没有了，我们不是上链接了，我们要上易立竞老师了。刚刚的访谈，梁田老师2波已经看完了，对不对？接下来上易立竞老师，我说实话没上，我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不知道3位紧不紧张，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易立竞老师的访谈。